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可书中文。好，我们还是一样的慢哦，速度还是一样。今天终于邀请到，是我啦，是被邀请到一位我是我们想采访内心在很久呼喊很久的中文老师，他这个很有意意思，对，特别好对。笑的老师，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说发哪一个嘉宾来采访啊，然后我们三个都同时写 roots，然后我觉得好有默契，这个有点像《三国演义》谢谢那个诸葛亮跟周瑜在是我们内心的呼唤，好不好？手掌上写 roots，对，然后我们一对啊，就是谢谢。好，那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那 roots 是谁啊？为什么不可能三人怎么可能这么爱他？对，对，有可能有些人没有在意思。对，我们三位大叔这么爱你，可不可以请你谢简单自我介绍一下？OK， 好，然后大家好，我是 Roots，然后我现在在中国成都生活，现在的话在 Instagram 上面有在拍一些很多关于中文的一些视频，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可能有看到，然后如果大家来成都玩的话，可以来找我呀，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火锅，然后一起去看熊猫。我们跟成都我没有了啊，这个灿叔跟成都有一些连结，情感上的连结。哇，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让灿叔问一下，灿叔来。呀，我突然刚睡醒的灿叔来，我让你醒醒脑来，让你醒醒脑。哎呀，灿叔不信，我还没有醒，我还没醒，我脑子还没开机呢，你这是。然后其实，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成都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是在重庆上的大学，我现在挑事儿，我在挑事儿呢，你知道吗？然后没有，我们一家人。成都和重庆人真的好像有点不对付，我知道，就是好像互相有点对不上眼。就你是真的是生活在成都，还是你本身就是成都人？我本身是成都人，就从小到大就在这长大的，我成都人。但是有好玩的一点是我爸爸是重庆的，我爸爸是重庆的，你原来是个混血，然后他父子关系现在对是个父子关系现在，然后他就来到成都，然后认识了我妈，然后所以说他们就在成都扎根了。然后我也就从小到大都在成都长大的，我基本上很少去重庆，所以说重庆话我也不会说，虽然说都是四川话，但我不太会说那边的他们那边的口音，但是我自己还是特别喜欢重庆的，因为我觉得重庆特别漂亮，但是确实会有竞争。会有竞争，然后大家会说川渝一家亲，然后成渝的话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对，打过来，对，打过来，对。但其实骨子里面的话，大家还是一家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闹我们 OK， 但你外人要是说我们成语怎么样，我们就要一致对外了，我们要一致对外去。你看，像我们三个外地的，那我们就是说到成都、重庆，说到那边的菜的话，都感觉好像混在一起，就是辣辣的感觉，是不是？你们那边分得很清楚，哪边是成都，哪边是重庆的？四川、重庆，对。其实大家说到火锅，可能大家都想到四川火锅或是重庆火锅，对吧？但其实你要说最好的说实话还是重庆火锅。为什么呢？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能知道，就你如果来成都，你能看到各种各样重庆火锅，什么重庆老火锅，什么，但你在重庆是不可能见成都火锅，成都什么四川火没有，不可能。但是在重庆会有什么？重庆会有成都串串，成都厕所串串，成都什么串串？这串串非常，成都的串串没有厕所串串是什么啊？你没吃过呀？没吃过，就是那个锅是厕所的那个蹲便的形状吗？那肯定不可能，它只是名字叫做厕所串串，但它其实就还正常的串串，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然后成都的串串还是特别好吃的，然后成都就像是一个大杂烩，就是把四川所有的美食都聚在成都来了，对，都聚在成都来了。真的是川菜真的太好吃了，一说起这我就流哈喇子了。我现在脑子里在回旋了一句，我忘了是成都话还是重庆话，就是
老子明天不上班，不上班，到底是那个成都话，那是成都话是吧？哎，你看你刚才说的时候，就是带很重的口音，然后我就想问那个 Roots，你看你为什么你的普通话这么标准？就是没有听到任何口音。你说我有口音吗？你是什么意思？没听懂。有灿叔有一点口音哦，他改了很久。但 Roots， 你有像灿叔这样为了教学，你必须要修正自己的口音？你有经过这个过程吗？天哪，这个过程，这个是后期的吗？对，很痛苦。其实这个过程，因为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学的是表演配音，就我自己本身在学校里面的话，这个普通话普通话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普通话还有很重的四川口音，非常重。包括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因为我的学长在北京，他在做那个配音，做动漫配音，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了。所以说当时我说我也想去闯一下，然后他当时觉得我是学弟嘛，想给自己学弟一个机会，就也带着我去到那边。所以我在北京也做了1年，但是我在北京这1年，所有人都在告诉我 Roots 你的普通话有四川口音，所有人都在告诉我这个。对，所以我当时特别痛苦，我就包括在北京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然后我就会去到公司，去到那个练声的室，然后就拿着那个普通话的那个书，就每天早上都在那儿练，就单字词读完单字词读完之后，然后读双字词，然后完了之后读成语，然后再来读古诗，然后又因为北京人他们本来说话就特别好，本来说话就特别那个普通话就很好，跟他们说久了之后，慢慢的也被他们带走了，那口音也被他们带过去了，对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好过来了，就转过来了，然后对，其实还蛮痛苦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我知道怎么去纠正普通话了，所以之后有一些学生他们来自香港，然后还来自其他的地方，对他们本身能说普通话，但他们的口音非常重，他们就想让我来帮忙调整一下，我说 OK 啊，没问题的，我知道我怎么去调整，但是会有点无聊，就调整的这个过程会有点无聊，你需要坚持下来，所以但是那个过程确实挺痛苦的。那要不要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Roots分享的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学生都是，就是他们在学的时候没有注重发音，然后到后期就已经感觉自己就是说的口音特别的重，然后因为Roots你就是一个榜样啊，你就给大家做出榜样，怎么转变过来？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1、2个这个小 tips？ 可以呀，可以呀，可以。说起这个，真的，我一开始教中文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北方人。我说啊，凭什么他们的一直以来普通话都是标准的？凭什么？我为什么？是的，我也必须要，我也改了很久，才把我的台湾腔改掉。好累。对啊，好痛苦。滋丝还要，我到现在还有吃诗还要再加强。来，我们让 Roots 来分享。我让 Roots 来分享一下。OK。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昨天我都在就佩佩老师，我想你们也采访过佩佩老师，对吧？我昨天还在跟佩佩老师说，我说佩佩老师，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看到他拍了那个 Insta 那个快拍，我说他在跟妈妈说话的时候，就说的特别自然，那个普通话特别自然，而且特别好。我说真的很羡慕，因为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他说他也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会说方言。因为我们有方言啊。对，是的，对的。然后其实我之前就跟我的很多学生也在说，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在说我的口音有问题，我不能发的特别清楚。我说你不用担心这个，现在为什么呢？你到中国来看一下。南方中国没有哪个能把普通话说的特别好的，在南方的中国人，对吧？没有哪个能把普通话说的特别好，没有口音，不可能。有一些还说的特别别扭，你都还得猜。所以说你先不忙去追求你口音上的问题。当你把中文就你能说出很多的句子来了之后，你再去想着去改你的口音，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你真的想去改正你的口音，想让你变得更好的话，你除了多说之外，你还真的就只能像我们之前一样就是用那个死办法，然后你先单拎出来很多的字，
单拎出来很多的单字，一你可以在那个拼音的，对吧？这样的。对，一个拼音的字，对的，你不需要了解它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之前我有学生还问我啊，老师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字，我是不是需要每个字我都知道什么意思？我说不需要，你只要知道怎么读就行，你只要看拼音能把它读出来。然后你就每个字的读圆满，读饱满，就是每个音你都得读到。然后你不能说你嘴巴就特别小，你又不说，你嘴巴得张得特别大的去说。然后说完了之后呢，然后你单字词你觉得 OK 了，然后再来找词语，找些词语，比如说什么骑马、纸巾这种词语，然后一个也是这样的去读它。然后，但这个是有一个过程，你的单字词可能你得读1到2个月，读完了之后，然后你再来读双字词，可能又是1到2个月，然后后面完了之后，你再来读绕口令，就是你要怎么练呢？就是我们怎么练，你就得怎么练，因为我们你看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们也得这样子去练，才能把这个普通话练得特别好。那你也可能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你才能练得特别好。那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你就只能说找到会说中文的人，然后你们就只能自己去练口语了。但是这样练出来的口语的话，你可能最后还是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你想让自己的普通话真的非常非常标准的话，你就只能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走但其实很多人他追求的并不是特别特别标准，我能说就行了，我的口音不要那么重就行了。那么那你就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所有学过的词语包括你现在正在学习的词语，你可能今天我学这一课，明天我学那一课就把你学习到的这些词语每天就好好练，好好读，然后包括你学的 dialogue 也是好好读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就这样就能达到一个OK 的一个状态。但你要达到那种特别标准的话，那你就得用我之前的那个方法来了。对，那你是的，你在自己练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念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有人会纠正你吗？还是你会录音，然后自己是对，会录音，会录下来，就是会录音录下来，然后来听，但其实有时候你还得需要找人帮忙，你要找别人来帮忙。因为因为有时候你发现不了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那个音还有音的这个问题之前困扰了我特别久，因为其实音是吗？对，你你看你其他的安还有这些你能 OK 的你知道是为什么，但那个音和音你找不到那个发音的位置，你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对，然后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反正所有的音我都发的是音，所有的我都发成了音，别人也会告诉我你这个不对，所以当时是北京的那些朋友，然后一起在录音的那些朋友，他们来告诉我这个音是怎么发的，然后后面我才知道了我应该要怎么去去发这个音，怎么去练习。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的话，那当然更是最好的。但你不行的话，那你只能自己拿一个录音的来听，或者说你自己在学习这些，你在拿着课本在学习的时候，你就边听录音，然后你自己在听，然后再回过来听自己的。对，就是最开始你也听不出来的，对吧？对，就是要多一开始自己会听不出来。南方人这个跟其实是分不有时候讲话对，说不清。是的。我觉得反正就是说到这点，就是你得反复的去听一些标准的材料嘛，听多了之后，你自然耳朵就是能锻炼出来，你能分辨出来，然后你自己说错，你才能分辨出来。然后像我也是通过录视频，我会做完视频，我要剪视频。我得把自己视频得看好几遍，我就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还是反正像录音是一个道理。对，是的。都是像。我也好奇，Root，你当时学的是这个动漫配音，为什么会上这个专业？很好奇。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为什么现在又当中文老师？都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OK， 好。可以，我就讲一下自己的一个背景，是吗？对，成长经历也可以。就讲我的经历。其实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是通过艺考上的学校，就是通过艺考然后上的四川音乐学院，然后在四川音乐学院呢就学的是表演配音，然后所以说当时我们学院里面对于这一块还是比较重视的吧。但是其实学完了之后，你很难找到对职的这样的一个对口的职业吧，很难对口，很难找到这样对口的。比如说
你在成都，配音方面是不发达的，配音方面是不就没有这个产业非常的落后，就没有。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配音的话，你只有去北京还有上海这2个城市，对的。然后呢，对的，然后其实你要说配音的你要说那个中文配音的鼻祖应该是来自台湾的，因为我们在学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对的，台湾是最开始去配动漫的配音，然后还有我们小时候看的好多都是台湾配音，对，是的，我们小时候都看的是台湾的配音，其实包括我现在我在看一些配音的时候，我都愿意去找台湾的配音，我觉得更有感觉一点，我觉得他们配的会更好。妈妈，有感觉，这个蜡笔小新吗？很骄傲的感觉。对，你看，对，那个小叮当是吧？那个，对的，你看，其实尤其是动漫哈，对，尤其是动漫，通过台湾配出来，你就觉得就有感觉，就有那种小朋友的感觉。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标准普通话，大陆的普通话说。妈妈今天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有点不太像，就有点很成熟的小孩。对，和我们小时候听的怎么不一样？怎么是这个味儿？有点太正式，对吧？对，其实如果你们看那个蜡笔小新，就大陆版本的和台湾版本，你们就能很能够分辨出来，就台湾的很台湾的蜡笔小新是一个女生配的，是一个对，是的，中年女性配的。是的，对的，是的，对，你能听得出来，台湾的就会很贴一点。所以当时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北京漂了1年嘛，然后在这1年当中，其实我也配了很多的国漫配了很多的国漫，然后最著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可能茶叔没有听过叫《一人之下》，你们有听过这个吗？知道这个，最近不是还有电视剧上了吗？对，有真人版要出来了，对，然后当时有这个是配的最多的一个。然后，但是里面有你的声音，对吗？有，一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来几句台词呀？我好想听看看你那个，你可以配哪一个声音？我都忘了。你配音的时候，你的音质会跟你现在的音质完全会很奔放吗？会不会就是应该不一样吧？他们以前做那种 anime Japanese 的时候，其实整个状态和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很有意思。是的，会变一下，因为当时你可不可以展示一下？都可以，就是说你曾经配过什么或哪一种声音？对啊，我想想，算考试，对，好像考试一下，怎么突然要配音了？OK， 对，我记得好像当时反正当时配的是一个。是一个少年，所以声音一定要就轻一点，像少年一点。他当时有一个台词是什么来着？要元气满满的声音，对吧？对，他当时好像说你是想要打架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台词，然后声音就很年轻的，然后你要有那种各种的语气词，真的，然后就你是想要打架吗？就这样，就类似，真的有这种感觉，好有感觉，那个有画面感，这个年轻的那种年轻人的冲动那种感觉，是的，对的。然后当时在北京漂了1年嘛，漂了1年之后，但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新人，对，就其实在这个方面因为它也属于传媒类的，我们也叫做声音艺人，但在这方面的话。因为是新人，所以说你拿到的酬劳不是特别多。我还记得当时在那儿1年大概1个月因为我们做的更多的是群杂，因为我们当然是新人嘛，更多的是群杂，然后很少会接到角色。大概1个月人民币大概1个月也就才拿到800-900块钱。这几年的时候18年吧，18年才900块钱，那真的好。对，是的，而且在北京的消费，对，是在北京，是这个行业的，是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还是说是这个工作比较少？基本不是工作也不少，基本上是这个，因为我们是新人，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给这个资薪的嘛，对不对？不是说你接多少活给多少钱，是公司给的，对，公司给的，公司会酌情给到你嘛，会觉得你你还是配了很多东西呢，我给到你的一些钱，对，但是确实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在
现在其实都不是特别赚钱的一个行业啊，说实话。然后，对所以当时大家也都是冲着这个梦想吧，想要去做，对热情想要去做这个。但是一年下来，我又不可能吃老本，我每次都找爸爸，我没有生活费了，爸爸，我要给房租了，爸爸。然后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也刚已经毕业了嘛，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好，因为我觉得也一直在要家里的钱，我都已经毕业了，我可以自己去挣钱了，我还得找家里去要钱，我觉得就不太好，没有一个经济独立。所以后面我想了很久，然后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告诉我老板，我告诉我那个学长说，对不起，不好意思，真的，我觉得我得回家了，老子不想上班了，对，我不上班了，今天不上班啊，拜拜，对，再见了啊。但是Roots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需要很多人脉去找到更好的机会，还是说你要是在坚持的话，多努力几年，会慢慢的达到你期望的那个标准？对，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行业靠的也是一个机会吧。然后比如说当时其实我和我一起去那个公司，我们会有一批人，我们是有一批就像是练习生一样，我们有一批人，我们一批年轻人，我们一起去，我们从群杂开始，然后就往上走，然后往上爬。但是我是最先走的一个人，我说对，再见啊，我不行了，对，这个太，我觉得，而且当时确实我觉得被打击到了，因为打击了半年多普通话的问题，虽然后面没有再说这个问题，但是被打击到了，而且确实你这个钱拿不到啊，然后就我觉得就这个支撑不了，然后我说你们继续闯。我先回成都了，你们继续闯。然后当时我也在想，哎，我是不是多待几年，哎，我可能就会对，我就红了，或者说我是一个大咖了，我就能拿。你看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出名的一些配音演员，杨天祥、季冠霖这些，他们都很红，然后都是从那个时候慢慢过来的嘛。然后。但其实说实话，他们拿了薪资也拿的不是很高，我是现在才了解到的，内部人告诉我的。然后包括之前其实你有看到日本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动漫，我忘了那个电影的名字了，也是很有名。当时中国很多人都去看了嘛，很多是宫崎骏的吗？还是？不是宫崎骏的，是海什么？我忘了那个。天海不是那个啥啊？天海，哎，对，就那个，对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我知道那个对，当时和我一起的一个女生，她就是配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她中文的女主角。对，但他其实拿的很低，他钱拿了，我当时知道之后我都惊呆了，我说，对，怎么这么配这种角色，女主角都女主角是的，然后他也告诉了我那个男生就配男主角的，那个男生也是很有名的哟，就是他在配音行业非常有，拿的也很低，说明这个行业本身低，对，真傻眼哎，就很傻眼，就我说啊，天太低了吧，然后当时其实他是混的最好的一个拿到了一个这个角色，但其他和我同期的那些人都没有混得很好，要不然有些人做直播去了，要不然就还是在配一些小角色，然后所以我在想，我很庆幸自己当时走了，所以当时回来了之后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干嘛呢？到成都之后我干嘛呢？没有，因为成都没有配音的行业。然后我就在想，我想去找一个公司，就好好的去上班，但是我又不喜欢去国企。对，然后当时我投了很多简历，但投简历之前，我先考了一个商务英语的证，我想拿一个比较有含金量的证嘛。我当时就在家宅了1个月，然后就是去准备考试，就准备这个英语考试，然后拿到这个商务英语的考试，然后拿了证之后我就去找工作，然后找了一个零售行业，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没有了，在以前还有，是一个法企叫做欧尚，你们有听过吗？好像听说过，好像听过对吧？现在已经变成大润发了，现在已经变大润发了，对，变成大润发了，因为大润发来管理了，他们都是一起的然后一起的被大润发管理了，
对，之前就去了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是个法企，哎，我很喜欢外企嘛，就去了，所以从那里就进到了零售行业，然后慢慢从零售行业当时做到了2020年吧，做了接近2年，然后做的是当时是管理岗位，就还挺开心的，在那里做着，但还是压力很大。2020年的时候呢，赶上了疫情，对的。但其实，在疫情没来之前，我就准备要辞职了，因为我不太想做了，因为太累了。然后当时就辞职了啊。辞职了之后呢，在疫情还没来之前，我就出去玩去了，我就去旅游了，然后就先去了菲律宾，然后去菲律宾完了之后去了马来西亚。结果在马来西亚之后，就疫情开始爆发了，我就回不来了，就所有的航班停住了，对，所有的航班全部停住了，然后我就在马来西亚待了4个月吧，哇，就在吉隆坡4个月，4个月，对，在吉隆坡待了4个月。那你做了什么事情？4个月你做了什么？你住在哪？玩旅游4个月。对，但其实而且关键是那个时候你还玩不了，你就只能出去买菜啊，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也是 lockdown 的，那个时候也在 lockdown， 全球都 lockdown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没有生活来源了，是啊，对吧？那怎么办？那个时候，对，我没有钱了，我说怎么办呢？然后刚好我当时其实我在欧上的时候呢，因为我想提升自己的口语，所以我每天都在上外语的1对1的课，就是也在上线上的那个外语的1对1的课。然后当时我的那个老师告诉我，Roots，你为什么不教中文呢？我说啊，我可以吗？我说我可以吗？他说对啊，你可以，你试一下。我说哎，好像是哦，那我试一下吧。然后我当时就上网搜，我说哪些网站是可以就教中文，对，然后看到有iTalki， 有 Verbally， 对，哎，是的 ，iTalki 还有 Verbally。那iTalki 还有 Verbally 我都去申请了，但是 iTalki 好像要求很高，所以他当时把我拒绝了。但 Verbally 把我收了，对 ，Verbally 把我收进来了，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还是有出去教过学生，教过一些教过那个中学里面的学生，教他们去说普通话，所以我有这些图片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然后这我都给到他们了，他们就 OK 了，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在 Verbally 我要看一下别的老师是怎么教的，别的老师，因为 Verbally 老师不太多啊，比较少。然后 Verbally 还可以看男老师、女老师的，然后因为我也在 Verbally， 所以我就看看最近有没有冒出来哪些男老师啊。还可以这样看然后看到那个 Roots 的那个介绍视频，我就眼前一亮。就他就穿着那个汉服就出来了，而且特别外放。我觉得他那个配音经历或者他本身的那个性格就是很外放的，有帮助到他汉语教学的部分。对，一般你开一个老师的视频，大家都很严肃，就是Hello I'm 我来 Hello I'm 笨笨，然后 Roots 的一上来就被吸引住了，你就想着从头看到尾，就是那就有演戏天赋。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来竞争对手。那 Roots， 你当时在 Urbling 的时候，已经在马来西亚了，还是之前的事情？对，还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就在 Urbling 教中文。对，那个时候才开始教的，对，那个时候才开始的。然后我就在 Verbally 去搜索其他男老师，我说看一下他们的视频是怎么的呀，他们的上课量是怎么的呀。一看笨老师，笨，我一看笨老师，然后我就看他的那个介绍，好像笨老师居然在泰国教过是吗？我还记得是吗？没有是在其他国家，我忘了，在美国教过1年。对，在美国教对吧？对，我忘了。然后当时觉得哇，这个资历好丰富呀，教过好多，一听对吧？对，好厉害呀。然后那个上课的数也很多，然后学生人数也特别多。没有比较早，因为早期。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哇，这个我一定要成为像笨老师一样的人。我要加油，我要像笨老师一样。那个时候我要像笨老师一样，对的。我就不谦虚了。然后我要像笨老师，对，然后后面就在 Verbally 一直在教，就开始教课了。然后一开始的第1节课我很紧张，其实，但那个时候很好的一点的是，当时的第1个学生他是在台湾已经学过很久的中文了，所以他的中文很好。
对，他中文很好，所以基本上第一节课就在和他聊天，在了解他的一些东西，就没有说纯英文去教学啊这样的，就没有。这样很好。对，然后之后呢，就慢慢就接到更多的学生了，然后在大概2020年的年底我就回来了，那个好像是我的学生吧，聂君浩是不是那个台湾的？是不是？哦，那个是之后的，很久在那是之后的，对啊。哦，你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吗？你还有聂君浩的，因为我每次就是看每个老师的那个介绍啊，就是看看下面的评价，然后一看你有看他的评价？我的学生不跟我上课，原来去跟 Roots 上课了，抢生意，被挖了墙角。对，然后但当时也没有上多久，因为他好像自己有学业的一些问题要做，他在台湾上学，所以他后面也没有上太久，可能就只上了几节课就走了。对。然后然后后面回国之后呢，我又去找了我想我还是要去找一个主业，就不可能说单独去做这个，可能还是因为当时才开始做这个，对，没有就不会有特别多的钱。然后，而且当时因为刚开始，我的自己的钱压得很低，我的价格压得特别低，开始我是慢慢价格才往上走。然后当时我就还是做老板吧，做零售行业，然后就去了迪卡侬。你们有没有听过？知道迪卡侬，知道这个全世界都有名。对，是的，我就去到迪卡侬，也是做管理岗位。迪卡侬是不是也是法企？对，也是法企，它和欧尚其实是一家，他们俩是兄弟企业，对，他们是兄弟企业，对的。所以说我还是特别喜欢外企嘛，然后在迪卡侬，然后就做了很久，在迪卡侬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放得特别开啊，然后就特别好玩。但然后后面然后就有山姆会员店啊 ，Sam's Club，山姆会员店。他们在山姆会员店，就他们都去那边去跳槽，到那边去工作去了。然后那边的薪资福利待遇都特别好。然后就有一个老板，当时是一个成都店的一个店长，就告诉我说 ，Roots，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啊？你要来我这儿，对的啊，你要不要来我这儿？我这儿怎么啊？我说好，我去问一下。我说薪资呀，都比我这边高很多。我说行，那我来。然后我就从迪卡侬去到山姆了。然后，但是去到山姆之后，并不是特别开心，因为山姆特别小，因为当时的山姆是很多的员工都是从沃尔玛过来的，因为山姆是属于沃尔玛的嘛，然后很多都是从以前的沃尔玛过来的，对。但沃尔玛有很多都是一直在沃尔玛的老员工了，然后沃尔玛其实它已经有点像国企的那种感觉了，就它的管理制度呀，然后呢全都有点像国企。我去了之后就很不适应。然后就非常不适应，而且他们比较不太喜欢年轻人，觉得你年轻人做什么不行，你得再好好想想怎么样。然后我觉得那我来这干嘛呢，对吧？然后当时大概做了8个月的时候我就上班就跟上坟一样，真的，真的，我走在那个公司，我看到那个 Sam's Club， 我就我就整天做呕，我说我干嘛要这样子精神内耗自己？我说为什么要精神内耗自己？对。然后当时然后我就裸辞掉了，我没有拿到下一个工作，直接裸辞，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直接裸辞掉。然后裸辞了之后呢，我大概休息了2个月，就是自己玩了2个月，特别开心，玩了2个月。但玩2个月之后，我也觉得也不太好，所以也在断续在上课，怎么能一直玩？兼职上课，对，我也在兼职上课，在兼职上课，对的。对，我还要插一句。沃尔布林太坏了，对吧？为什么？把所有中国的老师全都剔除掉了。我说天哪，我的好多学生都还找不到我了，就从那个时候，很多学生都断掉了。然后我就他把中国老师都踢掉了，什么？这个我知道吗？因为那个 Verbling 被那个布苏给买了嘛，然后布苏又被那个 Check 美国公司买了，然后 Check 的话，他就是不要中文这个，就是他们会涉及到一些那个就是法律的问题，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那个用人的法律比较复杂。他原来如果没有被美国收购的话，就还是可以继续的有这个来自大陆的老师。不能有大陆大陆的对，不能有大陆的老师，对的。当时没办法了嘛，然后我就赶紧找还有哪些平台啊，就找到了 Prebly， 所以我说行，那我暂时挂在那里吧。对。然后有学生要来的话，就可以从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学生有联系方式，对的。然后后面我断了2个月之后，我说我还是我说那我去哪里呢？
然后就投了简历，我就去了。你知道那个 SKP 吗？中国的那个 SKP 也是一个奢侈品行业的一个顶级的一个零售，我就去应聘那里了。然后最后应聘上了，但我后面在想，我到底喜不喜欢做零售？然后我就在想，我好像更喜欢做的是汉语老师。就我更喜欢做的是这方面，我很开心。就是副业变成主业了，对，我的内心的呼唤是你要做一个汉语老师，我就特别想做汉语老师。我说行，那我再投一个简历去到一个汉语老师的一个公司，你们可能听过那个悟空中文，你们听过吗？很有名对吧？很有名啊，很有名，我就投到那里去了。我说我试一下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太多的生源，我说那我试一下在那里。我也没有开始做 IG，然后我就投过去了。投过去之后呢，当时一下就很快就让我入职了，因为他们很缺男老师，然后也很缺一个很活泼的男老师。是的，是的。然后对的，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在那里做了1年，然后薪资还不错，但最重要的就是很累。因为你要追时差，早上6点就要上课呀，然后7点上课，对的，你要追时差。然后如果你想薪资很多的话，就是你的课时量也会很多。当然我的但是我的课时量一直都很 OK，因为其实男老师很吃香，物以稀为贵，对，男老师特别吃香。然后很多学生他就要求想要男老师来上，然后就会给到你。所以当时1年下来的话，就很开心，在那里上了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当时做了第一次做，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讲课比赛，我当时也是拿到了一个第1名，拿到特等奖拿第1名，对的。然后然后后面就是他们也对我做了一个采访，然后后面还就各种嘛，然后但后面就是大概可能前几个月之后，我开始做 IG 了。就开始做 IG，我怎么突然想起来呢？因为对，就是对啊，因为你开始做 IG 就。我们这些老师就开始注意到，怎么有一个这么很快就火了，创意十足的我也没想到，就是那个 Roots 的那个修女的形象，那应该不是修女吧？但是你每次打扮完那个，我就印象深刻，印在脑海里。都以为是修女。你加入 IG 其实没有几个月。很短的时间，对，非常短，对，每一支都很火，很短，对，可能就2-3个月。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会特别想到 IG？ 我也不知道，其实当时我的学生，我的美国的学生，他们告诉我说，如此你可以在 IG 上去发东西啊，发视频啊。我说还可以这样子吗？因为其实我以前有想说我要不要做 YouTube， 但 YouTube 你要做很长的视频，我想说那我就去介绍中国吧。我之前还拍过，但是我发到那个之后一点反响一点水花都没有，对的，一点水花都没有，没有人看，对的，就特别枯燥。我在介绍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大家在这里做什么啊，特别枯燥，所以我就把那个下架了 YouTube。然后后面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去 IG 去做呀。我说那我去看一下吧。然后但是我在 IG 上，当时我在看，还没有看到奔水，没有看到茶水和灿水，我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人，我就说他们，我说我看哇，也可以这样做，是可以，对他们确实。在这个 IG 上面在教课，然后就是说很简单，就是在教这个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大家也很喜欢，然后大家也就很 like， 然后也不要说你好，对，对，是的吗？其实我们3个也是混 YouTube 圈的，然后后来进到 IG，为了宣传那个大师兄，我们现在先开始做 YouTube，明白了，对所以这个也是要去到 YouTube 对吧？对，这是 YouTube， 对然后我们帮你把 YouTube 的观众引到你的 IG 在。谢谢。那这个 Lutz， 你听了学生的建议，就开始试着在 Instagram 发一些视频。对，我开始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而且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呈现？那个时候要怎么呈现？一开始就想要呈现这么爆笑的内容吗？没有，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会去想，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发现到，好像我教的这些东西和我们实际上用的一些不一样，我就会在想，要不然我就做一些就是差别化的，就是你在课本上
看到的，或者说你学到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会这样去用到的。我会想到一些点子，我会把它记下来。但是怎么去呈现没有？很多呈现的都是我当场现想的，就是我现在要拍了，好，哎，怎么拍呀？好，就这样拍吧。然后脑袋里就会有一个分镜头，我应该怎么去拍啊？这个怎么分？这个怎么分镜，对不对？然后我就这样拍，拍完之后马上剪辑，剪辑完了之后发。但其实我一开始那几个视频开始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会这么快有很多粉丝啊，没有想到这些，对我没有想到这些。我想说，那我就发出去玩吧，我看看效果怎么样，我就发了。哎，反响不错，有人看。对，当时觉得哎有人看好开心啊，就是我一个视频能有400个赞，我觉得太开心了，有人在看了，有人在关注我了，说然后我说行，那我做下去吧，然后就后面就在想。就会去想有哪些好玩，我就会去想有哪些好玩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我本人性格还是比较特别，就是活泼，然后喜欢很好玩的，然后我就会在想哪些好玩的呀，我就想把这些好玩的表现出来，拍出来，然后对，但是你说在呈现的话，确实我一般一开始我会想到大概我应该怎么去拍，然后需要哪些道具，需要哪些镜头，然后我会想，然后想得到，然后到场的到的时候，然后。怎么拍的时候就会把它立在那里，就按照我的脑袋里想的一个方式把全部给拍出来。然后，但有一些我是真的想不到该怎么拍，比如说那个汉字哈，之前那个太阳、那个日，对，还有那个月，我真不知道它怎么拍。对，我觉得我要把呈现出来，要给它，但我还得让大家开心，让大家觉得搞笑，就很难。我真的就有时候坐在那个沙发，我想1个小时我都想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拍。然后对，所以那个太阳、那个日还有月，我真的是临时想，就我直接把它架在那儿，10分钟，哎，想出来了。对，真的就架在那儿10分钟，OK，就这样拍吧，无所谓了。包括那个太阳、那个日，我也没有想到会有5000多，大家都喜欢，我有5000多个赞，我当时可能就1000多个赞吧。然后因为我当时就10分钟想出来的，然后就拍吧。然后结果拍出来，大家还喜欢，说，哎呀，这个真的有时候意想不到，你觉得不会，大家不喜欢的，就大家喜欢啊，就这样，对，拍出来。我看 Roots 的视频，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非常用心。因为大部分我看好多 IG 老师做的内容就是好像字典一样，就是把这个东西复述出来，这是什么 ，How to say this， 然后对，就是那个我不喜欢，就是这个我觉得字典能做到的，不需要一个老师再去呈现。那 Roots 会把这些实用的东西用一个短剧的情景剧的形式，而且是好玩的那种的感觉去呈现出来啊。这个Roots 我非常对于你这个特质我非常好奇，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做一部视频可能会花多久的时间呢？对，还有你的创意真的太厉害了，你哪里来想到那么多创意？创意有时候是啾一下子，在我脑海里，我说把它记下来，我就拿手机备忘录，赶紧记下来。对，包括我现在备忘录里还有很多都还没有拍，有很多有一些想法都记下来了。对，很多想法，对，我会想到之后我就马上把它记下来了。就现在大概还有这么多，然后就这么多都还没有拍。Roots，你拍一部视频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呢？大概是这样的，大概拍视频的话，如果说角色比较多或者镜头比较多，我可能要拍大概40到50分钟的样子，因为你不停的你不停的有可能发错误了，你得想一个对，你得换，对，你总是一人分饰很多角色，对呀，分饰多角呀，对，你得换是吧？得换，然后你得想，这个镜头好像不太好，你就然后没有演好，你得重新演一遍。然后如果快的话，就那种你不用抠背景那种特别快的话，你大概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做完，你就拍完了，而且就很快。对，你的编辑很花时间吧？因为我看你抠背景啊、特效啊，好多好多，花时间，这才是花时间的地方，对不对？对，有时候拍完久。对，有时候拍完之后我就我不想剪了，太花时间了，太花时间了，太累了。就拿手机在那剪啊剪啊剪，
然后大概可能得花2个小时的时间，就花2个小时。花时就如果你一个2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花2小时加剪辑，上拍摄，加上剪辑，你可能要花2、3个小时。还有Roots会把那个对话和词汇都写在那个视频下方，我看 Roots 写的很细，那个是的，这个我也注意到。完了之后你还得完了之后你还得把那些词语都打下来，然后把拼音放上去，然后都得花时间。然后但其实尤其是剪辑，尤其是你需要换背景的一个剪辑，对，换背景太丰富了。对啊，对，然后你切到近景之后，你的背景也得放大，你的背景要放大，对吧？对的，好讲究。是，对，因为这个可能也跟我大学有关，大学也学过电影方面的，然后就因为有辅修嘛，有选修，所以关于镜头方面的东西也得去看。然后就你的背景，你背景得一个一个的抠，一个一个的给它复制粘过去，很花时间。所以说，所以如果有一些没有背景的，然后我就会特别快，这种东西没了，我就去剪完了。但如果是有背景的，对，有背景我就得抠一个一个抠。然后包括那个，其实之前那个变身的那个美少女战士变身的那个那个太牛了，那个我是完全对。那个我是完全没想到会火，完全没想到。对，就我觉得，哎，这个发出去，大家可能就开心一下，玩开心一下，可能就2、3个赞，就2、3千赞就可以了，我就 OK 了。我没想到就爆火，就爆出去了。然后然后，但那个也很难去剪。其实当时我拍完之后，对，而且拍其实也很难拍，就你拍固定一个那个人。你赶紧去换了之后还得换回这个动作，对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去剪辑，当时我还有点懵，我说这个怎么剪呀？我该怎么剪呢？特效对吧？那些特效该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得去一个一个的去找那个特效，就一个一个找哪个才是 OK 的那个。对，我跟大家看的那个关注点不一样，可能大家就看笑一笑就过去了。我看完的感受就是，哇，这Roots得剪多长时间？其实我们在 IG 我们都经营过 IG，我们知道最难的其实真的是剪辑，因为我刚刚就想问 Roots，其实这涉及到很多分镜，还有背景的调配，对，然后还有配音什么的，这个要找出合适的，这非常难。所以我刚刚就想问 Roots 说，你怎么知道这种分镜的技巧什么的？然后我刚听你讲，你在大学有学过，对，所以就学过之后，然后我先剪的话就是就大脑就很自然的就没有刻意去想这个分镜，就他自己就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就我下一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镜头，什么样的一个镜头，我就会按照，也可能就根据我就可能你看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就会把它给那个样子把它给拍出来。对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后面的剪辑，这剪辑太难了。然后对，后面我记得我在剪那个美少女战士，我剪到后面我头都晕了，就真的晕了，因为一直在看着手机在做这个，我后面头真的晕。我剪完之后我就出去走散步去了，我说不行，我得出去走走，我出去走太晕了。对的，然后就有时候就意想不到吧，本来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爆，结果它嘣一下就爆出来了，然后就好奇怪。这个努力是值得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成长速度非常快了，我觉得。对呀，因为这个Roots上视频之后，我马上就关注到他了。怎么有这么创意、这么多的一个中文老师在那里？是啊，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感觉然后就觉得说没见过，对，有机会我一定要采访这个老师，是鬼才型的那个人物。对，那这个 Roots， 你现在其实也有在教中文嘛，对不对？你当时对你当时在经营 IG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也直播了？好像对，他会直播，有直播教，我有看到你直播教中文。所以你在使用 IG 的时候，有没有想说，其实我也想要引流，然后找一些学生来上课啊？是有这样的想法？是的 ，OK， 是的。当时其实做 IG 的话，但一开始做 IG 没有想到说要引流，没有说我想就是然后后面我发现很多人在问我，哎，老师你要不要教中文？对呀，私信我，然后教中文说，哎，还可以在这里，很有效果耶，对，有效果耶，哎，大家有人在找我要教中文，然后后面我做了之后，我发现这个 IG 的数据还不错嘛，然后大家有很多人在找我，
然后后面我就确实我在悟空中我觉得太累了，是真的好累啊！每天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在 IG 我还断更了，大概断更了快1个月，因为太累了，就在。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我觉得如果想真真正正好好做这个的话，然后那我觉得我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边吧。然后本来我自己有很多的私人学生，我说那我就自己投入在这边。就把那边一下就辞掉了，悟空也得辞了啊！多久前的事情？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前或1个月前，没有多久。我觉得如此做决定非常的果断，对，是的，对，大家都说我做决定很果断，就是我觉得如果不行，我就直接把去直接那个。我觉得如果我是悟空中文的人，就得想办法留住你啊，就是对啊，现在是有影响力了，对啊，是的，有问我这个，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在悟空中文算是比较top 的那个顶级了，就自己这样说哈，自己这样说。我同意，我能感到。对，但他们有问过我，哎，为什么要走啊？怎么，然后说啊，没办法，我有另外的项目要去做，然后这边可能做不了，暂时，然后可能以后，然后后面我就离开了嘛。当时你也没说一个，除非给到我没有这个几个零，没有，这个倒没有，对的。然后也好玩的是，我后面发现，后面就是我的 IG 起来有很多，其实我的学生都断了嘛，因为悟空中我也不能去说我们去留联系方式是不可以的。对。我会发现有些学生刷我 IG 刷到，又找到你又回来找你上课。对，他说你居然在这，我居然刷到你在这里。我说啊，天啊，缘分啊！我说怎么了？特别开心，对的。然后对，然后现在就辞职了，因为我想全职去做这个。然后后面我觉得，既然要全职做这个的话，我就想要好好做嘛。那我就会想到一些，然后我就会想到其他，因为我以前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我也会关注一些英文的博主，我会想要说把他们的一些方法和我的一些结合起来。那他们的话，就是为了保持和他们 follower 的一个粘性，然后他们会去做直播去讲解。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有一个英文的一个博主，每天早上7点钟，他都会去拿一篇经济学刊的一篇英文，然后去带着大家一起去说去做。我就觉得哎，好像这点我觉得 OK 啊，我也可以这样做呀，就去。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每天晚上的我就会想时差在哪个时段，然后其他学生他们都是醒着的，没有睡觉。我说那就在晚上的时候，欧洲那边哎刚好他们也是白天，美国那边也刚起来了，然后这边的话大家晚上的时候也都有时间，对吧？我就说那晚上我来做吧，我就去找到了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因为英文和中文还是有点不一样，英文很多人都有基础，但中文很多人他们想学，但他们基础不是特别好，我就找到了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dialogue， 大家对，特别好，因为我们看你那个直播的状态，就是真的很认真的老师在那边。对啊，对，和你这个做视频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不像一个人，特别好，不一样。因为我有偷偷进去看，我也偷偷进去看了，比较是在教这个基础中文，然后比较是逐字逐句去教的那个感觉。是的，对，所以 Ruth 老师，你现在的想法就是你要专职了。在这个可能是线上教学方面，是的，可能要专职，然后之后的话，可能还想的是更多，就是如何能够就是利益最大化吧，如何就是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当然就做得最好的话，可能跟我的视频是离不开的，就必须得把视频更下去，对，这个不能断，对，这个让算法也得，对，这个是一般 IG 的汉语老师会做的方式，就是你不断要出新视频来引流，然后吸引学生来，然后你才会有，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你上几堂课他就不上了，所以这个流动率是蛮高的，对，所以就会变成这是你要不断的吸引新的学生来。对，是的。如此，你有没有要建立一个个人的网站啊，或者是这样让学生更容易找到你？有这样想过，然后其实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私人学生不是我主要想去做的，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来找我 OK 你可以，然后我告诉你价格 OK 我觉得没问题，但我现在更想把放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私人价格
他们可能有点就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就有点贵，对他们可能就是觉得有点不划算，或者说他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我想的是以后那我要不然就做一个课程，就做一个录课程，然后这样的一个打包下来，对，打包下来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会便宜一点，会更经济划算一点。那他们的话可能就去买那个，这样的话我自己的这个也比较轻松，但我也能在那个课上去教更多的东西，因为可能私人课1个小时的时间，我可能也教不了你太多，可能跟你说说你很多跟你聊聊天，跟你告诉你一些词语，但是其实1节课那也就只有1个小时或50分钟的样子。但如果我做那个课时的话，我做那个课时包的话，那我可能在里面我能讲很多东西，然后都给到你，然后因为我买的人也更多，可能会比你1个小时教更好。对，大家都互利嘛，对吧？大家都会这样的话就能做火起来。因为其实我心里面老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他说Roots，你要去弘扬中华文化，你要去。我已经想到那个修女的样子。就我老是，你要去传播，你要去弘扬中华文化，你要让大家都了解。你要让大家了解，然后之前也做过一些类似算命的这种，他让别人都会告诉我，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张扬性的人，你需要你是一个对你有一个任务，就你有一个传播的一个任务。我说你怎么知道？行，这个算命的是不是加过你的 IG 看过你的视频？对，我说行吧，那我去传播吧。我说行，那我去传播。OK， 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那我就去做，我就去好好做，然后把它做出去，然后让大家更多的去了。所以你看，包括我在做一些汉字的一些视频的时候，我都特意要穿上汉服，就我特意要穿上汉服，就想让大家去看到中华的一些文化，然后让大家看到。而且女生穿汉服的比较多，然后男生突然穿汉服出来，我觉得更棒，多是啊，很特别，很稀少。对，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在传播这些汉文化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就自己创立了一个汉服社，然后就是去推广，去推广汉服，就去推广。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就还是挺艰难的，因为大学老师他自己也不了解什么是汉，那个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像现在那么普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汉服，他们觉得我们不认识汉服，所以当时我去找系主任当时去找当官的领导，然后去批这些文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骂了。他拿了一本汉服的书发在我面前，拍桌子说：“你了解汉服吗？你就在这里创立汉服社。”我当时说我觉得这个女的，这个中年女的怎么了？你年代大了吗？你这样说到这个脑袋特别委屈。我说我怎么不了解？我看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怎么不了解？对。然后后面还是就是千辛万苦，然后在校领导那边终于把它批下来了，然后就带着大家去。带着大家去，带着大家去做这个汉服，然后让大家去了解。所以到现在我也想说我既然在做这个了，那我也想要去把更多的一些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让大家都看到。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作为我自己的一个任务吧，我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其实说到这个汉服有个困惑的地方因为你像日本有和服，韩国有韩服，但他们的样式是比较固定的，一看我们就知道那个。但中国因为历史太长了，所以汉服的话，它的样式太多了。所以你们这个是一般选用什么样式，哪个朝代的为主，还是怎么推广这个？其实我很好奇。这其实都看你自己，看你喜欢哪个朝代的。它是这个样子。现在最流行的几款呢，一个是秦汉时期的，但那个秦汉的穿的比较少，秦汉时期比较少，因为它很庄重。它非常的庄重，然后它比较少，样子看起来有点像是和服，但它那个是屈居，看起来有点像和服。然后后面然后再流行一点的是唐朝时期的女生穿的是襦裙，尤其在夏天，对吧？仙气飘飘的，然后特别的飘，对吧？那个是夏天的时候女生特别喜欢穿的，因为它很凉快。
然后男生的话就是唐朝的话就是有那个圆领袍，一个圆领的那个。那因为日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遣唐使嘛，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他学习了很多，中国唐朝那时期的一些服饰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和服他们的一些装饰也有很多圆领袍的很多圆领袍，看起来就跟唐朝的很像，对的。然后再来就是宋代的就比较素雅，它会比较素雅一点。女生就喜欢穿宋代的比较宋雅，男生的话就其实看不太出来是宋代的。女生的话比较宋雅，一个抹裙，然后上面一个忘了那个一个被子穿上去会比较素雅一点。但是现在大家更喜欢的是明朝的，因为明朝的话会更加的成熟，而且穿起来更加华丽，而且更加的漂亮。更加的装饰，更像一个大小姐一样的。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他们喜欢穿明朝的一些衣服，明朝的。然后男生的话，因为男生不像女生那么万变，就各有很多变化。男生的话会比较固定一点，就一个交领，然后外面一个大氅。然后明朝的话可能也是圆领袍，明朝的圆领袍就有点像官服了。还有但是男生会比较固定一点，男生的就是样式就没有像女生那么多了。但是如果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些东西，也可以去尝试。对，所以看你喜欢哪个朝代，你就可以穿它。我们统称为汉服，只是说不同时代的一个汉服。朝鲜、韩国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受明朝影响，对明朝的时候影响，对，他们大部分是跟明朝的很像但他们对他们跟明朝的很像，对的。然后日本的话就可能跟唐朝的有点像了，但是日本的和服有自己的一个演变。它并不是全汲取当时唐朝的一个衣服特征，它有自己的一些演变，就演变成了它现在的这个样子，对的。所以这三个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去推广，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到日本和服说到韩国韩服，那说到中国呢，旗袍、唐装那根本就不是对吧？那又不是。对那又不是我们的传统服饰，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就说，那我得推广出来到现在很好，就大家都知道汉服了。我觉得这真的真的有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真的很欣慰，对的。所以那我觉得我这次回国就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这个在景点在穿，或者是摄影，特别在西安的那些景点上，特别这个我没有去西安，但是这次我去苏州、去南京也是，就是你会看到路上特别多对，历史古都会比较多一点。对，是的，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汉服，然后他们也知道原来这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之前清朝嘛断代了那么久，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理解，对我们理解。然后，但我们要做就是把它再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服饰对。再复兴出来，对，我们要复兴出来。大家现在效果还不错，但是确实有那么多人的努力。我记得我当时还穿着那个去苏州玩的时候，别人还说你看那有和尚过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就任重道远还得继续宣传被认为是和尚，是，对，他们说这和尚来了，我说没看到我有头发吗？没有，我现在还穿得起来。但是你又不好去争，你也不好你只能就是告诉别人说这个是汉服，是汉民族的服饰，然后你要去告诉他们去这些，但是你得有耐心，慢慢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我当时成都过年有个大庙会，然后我们就会一群人会穿汉服去玩，然后去玩了之后，那个时候汉服还没有太普及，然后当时去了之后呢，当时别人就看景区很多人，他们都看到我们了，他们看我们，他们就问表演都结束了吗？表演结束了吗？我说对，表演结束了，我们也很无奈。对，结束了，你可以走了，对。然后在我们出门的时候，然后我们出去了之后，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带她自己的小女孩，然后在和我们一起等红绿灯。她看到我们了，她还马上就对她的小朋友说宝宝你看到了吗？这是汉服是我们汉民族的服饰。我当时讲，我说哇，我说辛苦有代价。对，我当时觉得，我觉得，然后我们当时觉得，终于没有人说这是演出演员，对，我们会觉得哇，终于有人知道了，就是大家慢慢的知道这些了。对，但是其实你还是会有压力，对的，因为
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穿出去会有很多人看到，好，他穿什么？哦，那是什么啊？有人还问你穿的是和服吗？你穿的是韩服吗？都会这样问你，那你得跟他慢慢去解释，对的。其实当时包括在北京也一样的，北京当时也尤其是北京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员嘛，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很隆重的汉服去圆明园和我的朋友玩，我坐地铁，我进去之后，所有人都看着我。就看着我，然后就觉得，我当时在想，这是北京哎，我穿这样怎么样了？北京了，你们怎么样了？看我干嘛呢？对，然后对，但当时还是很开心嘛，就觉得自己还是要去宣传，包括在圆明园，很多中国农村朋友他们会来北京来去看北京，他们没有见过这个。他们拍我照都是拿手机抵着我的脸在拍，然后你也是景点了之一了，是吧？对，我说我又不是名人，你拍我干嘛？对，都在拍。对，但其实这经历很好玩，但其实也很心酸，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真的，我们自己国人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日本人穿和服在街上走很普通嘛，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韩国人穿韩服在街上走大家也觉得很正常，很正常。就是为什么我们穿汉服在街上走会变得很奇怪？就是我们自己要爱自己的国家历史国粹嘛。是的，其实入池这个让我想到一点，真的就是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文化输出，这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行为，但是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就是靠入池这样，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一点点去推动的，真的是一点点去推动。它有一个时间，有个可能过程有比较曲折，但最终我觉得现在中国确实越来越多东西传播出去。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都会觉得这个真的跟我4年前，因为我差不多快4年没回来。4年前的话，有人如果穿汉服在路上，我会觉得哇，好勇敢啊，他在外面穿。但是现在我在这几个古都走一走，我就发现就已经到处都是穿汉服的，而且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出租汉服的那个店到处都是，有啊，越来越多。对，然后那个灿叔那时候在西安直播的嘛，去大潭不夜城的，好多女生。男生比较没有看到，女生几乎很多穿汉服在路上走，是的，然后拿着那个扇子，我特别印象深刻是穿唐服，那个扇子摇啊摇啊，然后那个受访者女生又很福态，所以看起来就很像唐朝，就一个妈妈嘛，她就穿唐朝衣服，很像杨贵妃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国粹啊，应该是要被推广。是的，对的。那我很好奇，那入池现在你辞职了，算是一个比较自由职业者的状态，而且你也有这个想要传播中华文化的这个梦想，你会有要出国去哪里生活几年的打算吗？我有这个你定居在成都？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成都嘛，所以我也说还是要照顾爸爸妈妈在这边。你是独生子是吗？但你还很年轻啊，你还不到30，对不对？但是也快了呀，我们都已经过30、40了，对，也快了。对，所以如果我其实很想去其他国家去大概住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去国外去生活的一个，我想去体验一段时间，但是我这个时间上面吧有点冲突，就是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然后爸爸妈妈又要催你结婚，然后催你去做很多事情，对的。那刚好就出国躲一躲，他们还很年轻，也不需要你照顾。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责任嘛，因为确实家里就只有独生子，对吧？如果我有一个姐姐或有一个哥哥，然后那我就压力不大，我该出去玩我就出去了。对。但现在不一样，对，还得有一个家里的一个大家都很多人说，你得照顾自己，你得想着自己。但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也挺苦的，那我得去想，我也得去。可是你现在在他们眼皮下面，他们不得天天很容易催你啊？没有，我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在一个城市的，没有住在一起。对，我要住在一起，我会疯掉的。那肯定，对的，我会疯掉，对的，肯定没有在一起，对的。然后，所以我也很想出去。我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出去，比如或者学习啊，或者说旅居啊，都可以。我还想出去，就是住那么几个月，
就是对感受一下外面的一些东西。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没很好有对有没有 bucket list？有没有哪个国家你觉得特别想去旅居的？有英国、澳洲吧，这两个是我特别想去的，英国还有澳洲是特别想去的。然后如果只是说去旅游的话，最喜欢的还是新加坡，就是只是旅游哈，旅游的话更喜欢去那里。那新加坡那么小，那为什么会让你这么吸引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去了很多次的，我去了很多次，我都太爱那里了，我特别喜欢那里，还想再回去，为什么？为什么？一是那里的华人很友好，那里的华人真的很友好。然后二是那里的素质，它素质都特别高啊！不管你是本地的还是来旅游的，你就算是外地的，你来旅游，你也会被当地的一些法律条条框框控制住，你也不能对你也会表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那里很好。第三也没有安全问题，我觉得治安也很好。对的，治安很好。然后第四，那里的华人文化也比较浓，然后去到那边有很多的华人文化，我觉得就是 OK。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像是我的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我累了。那我就过去待一下，就那边待一会儿啊。唯一不好的就是那边太贵了，那消费贵了，这倒是，贵也太热了吧？我觉得那边。对，也热，又热又贵，对的。然后，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那里的那里整个的环境，而且那里也是一个多种族的一个国家嘛，就不只是一个华人，对吧？我就觉得对我很新鲜，我每次去我都特别开心哦。今天有见到印度裔的人，今天有见到了马来人，有这样的一个人，我就很开心。我觉得我在和这个世界，对，我在和这个文化交流，我在碰撞，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这个露丝，我想问你啊，就是说你现在跟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对不对？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传统，我觉得你的想法是比较突破性的，比较现代化的，所以你跟你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很传统的人嘛？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然后这中间有没有一些很难调整的部分？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我爸妈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长，非常传统哈，然后也是会一直在催我结婚啊。等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亲这么传统，那为什么你的个性这么的？对啊，我也很好奇，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到底是受到谁的影响呢？因为你的个性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创意外放，你是要突破那种传统，好像是有人把一个东西放到你的脑海里，然后这个东西跟你父母亲是没有关系的。我的茶叔好会问啊，对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呢？涉及到情感问题，我们就要看茶叔。不要说那么明白，战术。真的，我也不知道，就我以前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真的，我真的我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说，对，我这个性格是哪儿来的呀？我真的是配音吗？不知道。我那天就在问我自己，我说天哪，这个在哪儿来的这个性格？因为我爸爸妈妈非常传统，他们是非常传统的人。然后包括我其实跟他们相处的话，我不会，我的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跟他们相处的话，我也会变成一个跟他们一样很传统的一个人啊。对，在家里我也不怎么说话，如果要说的话当然就聊一些家常啊，聊些家常啊，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拍了 IG 视频，你有给他们看吗？没有，不可能，他们不可能，他们会吓死吧？这是我儿子吗？不可能吧？你是谁？他们看过没有？给他们，你告诉他们我很火哦，现在。所以就是你自己想过的话，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就是到底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人？我在想是神明吗？是神明真的是不是？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好像有个人放个东西到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感觉。是的，对，我其实我也一直在这样想过。我之前想我说好像我从小到大哈，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说接触到特别张扬的这些人呀。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张扬的人，并没有。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都还是比较收敛的，在高中的时候就还是比较没有那么那个。
一到大学我就放开了，对的，一到大学之后整个人都放开了，然后因为也是学表演嘛，那老师也会让你去解放天性，对，他也会让你去解放天性。对，我们当时就做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让你去成都的市中心，去那个人流比较大的地方现场表演啊，现场怎么样去做那就是对啊，很好，对啊。然后露丝我来解析一下，你的外放是那种需要情感累积到一个程度才会放出来，还是这个是一个你随时想要放都有的东西？我觉得随时想放都可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天性。那这个就是天性了。有的人是必须心里要累积很多情感，是的，同时爆发出来。对，那你不是这种人，对。我没有，对，但而且我特别喜欢和人交流，然后对，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好玩，然后我那天去新加坡玩，然后我就去那个 check in 去酒店去 check in， 然后当时前台是一个华人小妹妹，但我不知道她是华人，然后所以一开始都是用英文交流的，用英文说，我说然后英文交流，我说你们的 email 可能有点难找，然后我也问他们，你们这里有洗衣机吗？想洗衣服，然后那华人小妹妹她突然用中文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在这里洗，这里很贵，你要出去洗，怎么样？她说他们不懂中文，我才这样跟你说的。然后你要出去洗的时候，我说好，我觉得哎呀，他好 nice 呀，这个人特别 nice，太好了。然后我当时说谢谢你，然后我觉得我觉得他真的他真的很好，我就想要表现一些善意，我就回到房间之后，当时我其实准备了很多礼物，因为我新加坡有学生，我想给他们，我就拿了一些礼物，就是那个熊猫，就成都的熊猫，很多小熊猫，我拿了很多放在一个袋子里，我出去的时候我说你真的很 nice， 我从中国带了一些礼物，我说我想送给你们，然后我就拿给他了，他很开心，然后他开心我也开心，对的，我觉得他开心我也开心，然后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我就特别喜欢和别人去交流，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好，那我也想对你好，然后我也不愿意说什么我藏着捏着，我不愿意，我就会很大胆去告诉你，我想对你的一些好啊，或者我想对你展示的一些善意啊，我就会直接我就会给到你这些。对，你要说真问我说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可能就很好，对，久而久之的一个对吧？但其实我的学生生活的话，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生活其实也没有过得那么 OK 那么好，因为爸爸妈妈很传统，他们会一直压着我啊，怎么样。所以包括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也很反抗，也过得不是特别开心，青春期也过得不是特别开心，只不过慢慢的后面我才我说这个可能是天生的吧，骨子里面带着这个，因为我自己问过我自己很多次这个问题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是哪来的。对，还是你是很阳光，对，你是哪来的？我觉得是天性了，还是天性？天性。那这个 Roots， 我对你非常多的疑问，就是说，首先聊一聊你现在工作的形态改变了啊。对，我都会问来宾一个问题，就是说，来宾怎么规划自己一天的生活啊？你现在的生活形态已经改变了，不像在是悟空那种可能朝九晚五吧，或者是行程很满。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会喜欢现在的工作方式，是因为你想要比较松散的、自由的 schedule？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做完内容创作者反而会大脑停不下来，会更忙吧。对，可是你会觉得你的时间是自由的，所以就是说 Lutz 老师你是怎么规划你一天的时间呢？是这样的，因为我包括之前也去做了公司工作嘛，对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不喜欢被别人管着。我们都一样，我们对吧？对，是的，不喜欢被别人管，然后就自己很想自由，就很想自由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当时其实我辞职2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规划自己的一些事情。当时其实想做 YouTube， 但是我做不起来，我觉得好难啊，要剪很长的视频，然后拍很多东西。然后我跟你相反呢，我 YouTube 做得起来，我 IG 我不行，我们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一个专属地方，对。
然后后面在悟空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没有人管我，只是说有人会给我学生，然后就带着学生来走就可以了。但每天会很忙，就我自己的时间就没有了，就没有自己太多的时间。我后面发现一年下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特别想要的。然后我觉得，然后所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我能够自己去规划我自己的时间，然后我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去做，然后我也很自由，没有人管我，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一个事情。那我每天怎么规划呢？我大概就是规划的一个星期的话。就我会规划，星期2到星期6是我的一个工作时间，然后星期天、星期1休息，我会这样规划自己哈。但其实还是挺乱的，可能对星期天、星期1我还是要工作，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对的。然后我就给自己规划的是，拍视频，我会比如说比如说星期，就拿星期1来说吧，比如说星期1拍星期1拍了之后，然后星期1发。然后第2天我就不拍，第2天我就休息一下。但第2天我会去做其他的事情。第2天我会去看一下，我就是我之后如果要录课，我的这个课件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要去怎么去更改，要怎么去做，然后去准备，然后看能不能把它录出来，把它拍下来。然后在第3天，然后又开始做那个还是做那个做视频拍视频，然后拍第二天还是就这样循环，然后就保证大概1个星期3更吧。但其实我现在1个星期可能也就才2更的样子。对的，有时候已经很厉害了，有时候太忙了，有时候听起来好忙你要做到这个质量，我觉得2更已经非常厉害了。对呀，听起来你没有时候。对，听起来好像没有时间，就是在1个星期里再插入一个伴侣的这个样子。变叔你要开始聊伴侣这个主题，很委婉的。那这个Lutz我们就来聊一下，作为这次采访的一个最后的主题就是 Lutz 老师就是说，对于这个择友或者是选择伴侣有没有什么条件，或者是你怎么看待感情的事情？你觉得不急？对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如果说谈伴侣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时间。我觉得等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基础打好之后，我的这个正式走上正轨了之后，然后我觉得 OK 了，我可以再找。因为其实和伴侣在一起还是会比较花时间的一个事情。那等我这所有的都稳妥了之后，都走上正轨了，我再找，我觉得 OK。大概可能我觉得。之前我去做了一个测试，对，我做了一个测试，那个测试告诉我说，可能明年才会有。那个测试是什么东西？我那个测试是算命，查书也要测一个，看对我需要测吗？是算命那种东西吗？对，算命那个星盘测试的，对，命盘测试，对的。因为我也比较信佛教和道教嘛，我去年还找过道教，的一个道长帮我算，他也说我去年不适合他也说我去年不适合找对象，现在的话好像今年也不太适合，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好像不太适合，然后就是明年再找吧，明年再说吧。而且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找一个不是大陆的可能是其他，不然要不然就台湾的，要不然其他地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台湾。你很喜欢台湾？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台湾，而且我很喜欢找台湾，就找台湾的 partner。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大学的时候就有，对，台湾的人吗？对，台湾的，对的。他比我小1届，然后我们俩就有联系上，后面就确认关系了，我们就说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很开心，跟他性格也很合，而且我特别喜欢听他讲话。赵晨，你在干什么？是口音还是他说话的内容？口音很可爱是台湾做哥哥，就听到口音就不想听内容了。对啊，哥，听到口音就不想走了。哥，今天吃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当然很奇怪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很奇怪呢，很奇怪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我不奇怪啊。语气词很多。你再说，对，然后有时候和他和他在路
路上散步的时候，然后他也会说，然后我说，哎，你去过台湾哪些地方？他说，哦，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台北，我去过台南。然后他说这个口音模板也太像了吧！然后我去过台南，然后我当时就一下我就站在地上，我就走不了了，我就在那里，我说不行，我有点麻，快让我抱住你，我现在有点麻你，然后我就在那里走不了，我就有点麻，因为他有这样做，然后对，然后所以到现在其实我还是蛮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所以我很想去台湾呀，就特别想去台湾，特别想去，但是又去不了，对，所以我特别想去台湾。然后对，如果我在台湾能够遇到一个人的话，我会很开心。对，如果那可是现在你的曝光率很高，可能 IG 上有很多同学，他们不是台湾人，他们来自别的国家，他们给你发出橄榄枝。你说不要就是大陆的人。你可能会找台湾的，那外国人呢？对啊 ，IG 肯定会有学生给你发出橄榄枝啊，对，外国也可以啊，因为其实我之前也谈了一个是一个新加坡裔的美国人，然后对，之前也跟他谈了的，对的，然后因为他没有中国签证，他来不了中国，所以我们俩都在外面见面的，我们俩都在国外见面，对的，对，在国外。所以你喜欢新加坡是因为一个人，对吧？那也不是他，倒也不是他，对的，不是他。我去新加坡是纯粹是因为当地的一些文化，有一些我特别喜欢，对的。但确实，我觉得我能接受国外外国人，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个文化的冲撞，对吧？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我会觉得，只要做到这个方面，我都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会冥冥之中我会觉得以后我的另一半，可能他是来自另外的一些地区的一些人，可能不是来自大陆的，可能是来自其他。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冥冥之中的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陆慈老师，你是一个很相信宿命的人，对不对？你很可以这样讲，你很迷信吗？相信宿命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你说迷信的话，我会信那么一点儿，因为我本身我也会信佛教，也信道教，但是你要特别信也不会特别信，但是我会信命，就是命这个，我会觉得命对命盘，我会信命这个东西，就是你以后会遇到什么会遇到什么人，会做什么事情，对，是已经对命是已经铺好的，对，对。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些遗憾，我真的会遇到一些遗憾，但是遇到这遗憾，我会觉得命就这样的，我也不会去强求，对，我不会去强求，我觉得命就是这样的，那我就是去想到一些好的东西就好了，那我就就把握你现在有的一些东西去做就好。比如说还有包括Instagram 这个，我也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命运就是想让我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然后我才会就做出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那既然命运会让我让我这样做，那我就去做好了。那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一个事情，那我就去做吧。包括说你说弘扬传统文化，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真的是我的一个任务，一个宿命一样的，就去传扬，然后去弘扬。所以我也会觉得我要把这个带入下去，以后一直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也比较信命嘛，比较信命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这个对，露丝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明年命盘告诉你可以找伴侣了，我想问一下你的个性这么外放，这么有创意，你会希望另一半是跟你互补的个性，还是跟你一样这么疯的这种人呢？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那你的过往的这些他们的是什么状态呢？过往的就是他也没有像我这么疯，但他也会疯，但是他会把我压制住，他会把我压制住，他的冷静让你冷静下来，然后我就冷场。对，可能需要一个互补的吧，就是因为我也跟我朋友在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以后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把我压制得住才行，要不然压制不住的话，就可能两个一起疯还得了啊？对，就一起疯去了，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是需要被压制住的，就有时候我被压制住，我会相反我会觉得你如果能压制住我，那我可能才会信你，就是你把我压制住了，那我觉得你才能管得到我，那我可能我才会听你的话。他需要迎合你的爱好吗？比如说
穿汉服的时候，你穿了一袭汉服，他说我不要穿这个，有一点我不喜欢这样，你可以接受吗？如果跟你的他是喜好上有一点抵触的话，如果他是华人的话，他如果是华人，但他没有，比如他没有在中国，他可能是在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在美国，我尊重他，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熏陶。虽然他如果不想穿，我尊重你，你不想穿 OK 不穿。但如果是一个大陆人，一个中国人，我一定要逼你穿，你要不穿，再见，拜拜，不穿是吧？再见，拜拜。你和我那个观念不符，对的。因为其实我会尊重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在大陆你不想穿，我也会尊重你，但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和我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不合。对，这倒是，这个很合理。对，是的，你不穿，但我会尊重你，因为你想穿什么穿什么，你们穿我尊重你，但我会告诉你，但是我们不会走在一条路上，对，是我们不是在一条路上面的。对的，包括如果说你是国外的人那我觉得 OK。那你不想穿，你就算是华人，你是英国华人、美国华人，我觉得都 OK，因为你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你不想穿，我也尊重你，我觉得没问题。对的，包括说，其实你看我之前的我之前的那个对象，他是虽然说他是新加坡裔的，但他是有马来血统的，然后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华人，然后呢？但是我把那个汉服带到他面前，他很喜欢，他很想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你虽然你可能不喜欢，但是你会想要去接受它，对吧？那这个是正常的，对，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方面，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以后一个择偶的方面的一个一些想法吧，对的，对，那这个还长。明年的事情嘛，留在明年再考虑，不着急，不急，对，好惨那这个今天跟露丝老师聊了很多，其实还有蛮多问题的啦，不过时间已经聊蛮久了，我觉得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邀请露丝老师，等到露丝老师明年的时候一定抓上来再聊，对，等到明年等到明年成双成对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问一下这个命盘是哪里来的，我们也要算一下。好的，可以，完全没问题。那今天特别谢谢露丝老师我们聊得好快，我特别喜欢找母语者当嘉宾，因为我们都可以聊得很深入。笨叔，你听到了没？笨叔，你听到了吗？然后特别这个露丝老师又是我们这个已经想要邀请他很仰慕已久，今天终于得偿所愿，谢谢。好，那今天很感谢露丝老师。我想你学生已经很多了吧？不需要我们再宣传了吧？但是还是要放的啊，就是那个 IG 啊，还有这个还是会放，放到下面视频的下方。对，因为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为了找学生，有时候是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中国的文化，然后更了解中文，然后我们当然我们汉语老师的责任也是宣扬中华文化，这个是必要的。对，还有我们一直说入次老师视频那么好玩，得让大家就是过去看一看。还没有看过的，还没有看过的一定要看哦，赶快，对，赶快跑步去看，关注到 Instagram 去关注去看，一定包准笑死你们了，根本停不下来哦，停不下来，你会一直看完。母语者看了都觉得超好笑，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喜欢。好，那这个特别感谢露丝老师，我们今天聊到这儿，我们来跟大家说再见吧，各位观众说再见，再见喽，下周四再见哦，拜拜。